近些年，随着咱们中国像超级火箭般飞速崛起，日本那边的政治风向也跟抽风似的变来变去，两边的矛盾就像气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咱们的钓鱼岛问题上，那可是针尖对麦芒，谁都不愿意往后退一步，时不时就擦出点紧张的火花，冲突事件也没少发生。这就不禁让人脑洞大开，要是中日真的干起仗来，那场面得有多刺激。特别是战争刚开始的头2到3个小时，日本到底能不能扛得住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呢？要是扛不住，那他们会不会直接就像纸牌屋一样，瞬间崩塌，摔得个稀巴烂？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可和以前那种慢悠悠、拖拖拉拉打上几年的老黄历不一样了。现代高科技武器那可都是秒天秒地秒空气的存在，一登场，说不定分分钟就能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要是中日爆发战争，估计主战场大概率会集中在海上和空中。为啥呢？日本这国家说白了就是个岛国，想要守住自家大门，那可全得靠他们的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了。所以啊，这开头的2到3个小时对日本来说太关键了。要是顶不住，那后面基本就只能凉凉了。咱们先来瞅瞅海军方面，这几年咱们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简直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一路咻的往上冲。航母有威风凛凛的辽宁号、山东号，那可是海上的巨无霸，还有055型驱逐舰、052D 型驱逐舰，这些火力全开的大家伙，战斗力爆棚。更别说还有核潜艇在水下悄咪咪的潜伏着，随时准备给敌人致命一击。再看看日本海上自卫队，他们的装备确实也挺精良的，像出云号直升机航母、爱宕级驱逐舰也算是有点实力。但是，一提到数量，那可就没法和咱们比了，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真要打起来，咱们中国海军很可能直接使出螯合攻击这一超级大招，就像暴风雨一样，狠狠地砸向日本舰队。那啥是螯合攻击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射一大堆反舰导弹。比如说咱们的鹰击188，那可是超音速的厉害角色，射程远得很，而且打得贼准。想象一下，这么多导弹像一群愤怒的蜜蜂一样，朝着日本舰艇蜂拥而去。就算日本的舰艇防空系统再牛，能有3头6臂吗？能扛得住这么多导弹同时来袭吗？估计在这头2到3个小时内，日本的主力舰队就得被打得七零八落，那制海权肯定是保不住了。没了制海权，后面的仗还怎么打？简直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空战方面，咱们中国空军那也是杠杠的，歼20、歼16这些先进战机不仅数量多，而且战斗力超强，就像一群威风凛凛的空中骑士。再看看日本航空自卫队，他们虽然有 F-35A 这种隐形战机，听起来好像挺厉害，但数量少得可怜，而且后勤保障这块也完全跟不上咱们的节奏。一旦开战，咱们中国空军肯定会像一群饿狼一样，一股脑的冲上去，首要目标就是抢夺制空权，先把日本的空军基地、雷达站、防空导弹这些关键玩意儿全部一锅端掉。现代空战的节奏快得吓人，就像闪电一样，制空权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易主了。要是日本在头2到3个小时内没能组织起像样的空中反击，那后面天上可就全是咱们中国战机的天下了。他们想要翻盘，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啊，这头2到3个小时对日本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得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守住军事基地、能源线、信息系统这些关键玩意儿，不然经济崩溃、社会混乱、国际地位下降，这些严重后果一个都跑不了。但说实在的，谁都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毕竟战争带来的只有伤痛和损失。日本政府和老百姓都得好好想想，打仗真的没啥好处，还是得和咱们中国友好相处，这样东亚地区才能和平稳定，大家的日子才能过得舒舒服服。在长征途中，有一个场景最能体现，在西藏地区有一条河，就班友河。红军的大部队过去以后，彭德怀突然发现少了一个营，700-800人没有跟上。
他就跟王平说：“王平还有一个营没有跟上啊，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营是断后的，就是给这个军委大部队掩护的。”王平呢就带了几个人骑着马往回走，结果在黄昏的时候，在一条河边上看到一群人背靠背坐在河边。王平他们很着急啊，说军委大部队已经跑过去那么远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啊？边跑边喊。结果这些人呢，一个也没有动。这王平就跳下马，拉他们，一拉倒一个，一拉倒一个，全都死了。700-800人，他就后来命令他的人说，每一个都拉，看还有没有一个活的，有一个活的也要救走。700-800人就一个还有一口气，就赶紧抱他上马，刚抱上马，断气。战士，我专门翻到黄继光牺牲的那一天，他们的连队怎么记当天的战况。那还有另外的个别现象。第二次在长津湖决战的这个战役，我很多年后见我们的第二天天一亮，美军的坦克师从山下走过来了。走过来以后，美军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战术，我们善于断后、截头、打歼灭战。所以后来一看，这个地形非常的险要，就派了一个侦察小队到前面去侦察。侦察小队到这个地方一看，中国军队已经把这个山口拦住了，所有的人都呈战斗姿势。封住了，这几个人趴在这个地方呢，等了很长时间，说看这个阵地上的人一个也不动。后来就慢慢的向前靠近，已经靠到很近的地方还是不动。后来他们非常大胆的走过去了，走过去才发现108高地
129个中国军人已经冻成了一块冰雕。所以到现在，我们的画家也没有一个人能画出这样一个场面，我们的歌唱家也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一部歌剧，甚至一支歌曲。但是美国人看了这个场面，他是从心底里边发寒的，他就知道这个军队他们根本不可能赢。所以战争结束了，今天我们大家生活在和平当中，生活在宁静当中，我们不要忘了，有几十万的中国青年倒在了我们的前头。后来，一个美国人到了80年代，就重新走了一遍我们的长征路。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坐吉普车走的。这个时候50年以后，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完全变样了。当年那种非常险峻的战场，早就被今天的很多的这种开发项目所取代。那么他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走过这么一个长征路，写了一本书，叫《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这个里边呢，他写了这么几句话。他说：“长征是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阅读长征的故事，使我们感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抗美援朝精神就是长征精神的继续。以后我们这个民族在这样一个精神的鼓舞下，又连续在各行各业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像红旗渠，我连续去过2次。那是我们的农民啊，在3000里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人工渠。我也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干过这样的工程。旧中国之所以遭受全世界的凌辱，就是因为你弱。我们今天看到各种各样阴暗的邪恶的势力在准备阻挡我们民族复兴的进程。第一，我知道他们要失败；第二，我知道我们民族的另外一个伟大的时刻又要到来了。这就是我们新时期、新世纪、新青年所要担当的使命。习主席对当今的世界和我们今天国家所处的一个历史阶段有一个精辟的概述，叫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而在这个关键阶段呢，出现了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围堵。为什么美国今天把我们要列为这个主要的战略对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认为美国把中国列为战略对手，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是我们新中国强大的标志。你要弱小，还能把你当主要对手吗？所以没什么可怕的，不仅不可怕，还要鼓舞斗志。我们是直接进入决赛的。你想想，美国过去100年打了那么多的人，他才进入决赛，我们一下就进入决赛了。先认清形势，不要被敌人的这个骑士雄心所吓倒。中美之争眼下看是贸易之争，可能还有科技之争，包括这个能源，包括金融，包括网络等等各方面都有。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最核心的是民族的生命力、国家的生命力，是这个最根本的较量。而民族的生命力、国家的生命力，它的核心是青年的质量，比双方青年的质量。这个质量的高低，决定着中美2个国家、2个民族的命运。所以任正非在讲他这个华为企业的时候呢，他很少讲自己，他撇开眼前的困境不谈，大谈中国教育。为什么呢？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以我认为，一边我们要教科学知识，同时还要育民族精神。不教科技知识会让我们愚昧落后，但是如果不育民族精神，会导致我们民族性格懦弱，导致国破家亡的悲剧。所以教育2个字包含的含义，我认为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当代青年的心理成长，应该与我们国家的实力成长相同步、
不能滞后，更不能逆行。国家在由大向强，你的心里在由小向弱，那你最后会引领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向着一个悲惨的方向发展。可是偏偏呢，现在这种现象还真的就有。我们能看到有一些人在网上格外关注的不是我们有多少科技发明，他关注明星的绯闻。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亲自去我们一个高中去调研，跟我们空军招飞局的同志一个一个在后边数，我发现他们班的近视率高达80%，所以回来我就连写2篇文章，以后这个问题引起我们习主席的批示，开始重视我们中小学的近视问题。同志们，你戴上眼镜意味着你就远离军队了，先不要说当飞行员了，步兵你也当不了。那我们就从一个10几亿人口的世界第一的大国，变成了一个军事领域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小国。我还去过我们一个部队，他们一个营步兵3年当中有5个人越野的时候把大腿跑断了，还用着别人打你吗？你这样的体格，你怎么保卫祖国呀？如果说从嬴政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大，从汉朝3个青年看到的是一个敢，从毛泽东那一代青年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强，我希望我们这一代青年，他身上的品质是一个心。那么除了我们继承我们先辈他们的光荣的精神和优秀的品质，我也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再开创能够留给后世的光荣与梦想。给同学们总结一下，戴老师说的就是不光学习要好，还要品格坚韧，有血性和担当。不教科技知识会让我们愚昧落后，但是如果不育民族精神，会导致我们民族性格懦弱。在国富民强的新时代，小伙伴们有没有放松对自己品格的要求呢？青年的心理成长应该与我们国家的实力成长相同步。接下来就到了紧张的对白时刻了。对青年要求严格的戴旭老师，会与台下的学子发生怎样的碰撞呢？你这个问题呢，说明你刚才我讲霍去病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认真听讲。如果你们都没有血性，军人的血性从哪儿来呢？戴老师您好，您鼓励大学生关心国际问题，关注国际矛盾。那么我想问您，作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关心国际问题对于我们未来的就业就职有什么样的实际作用？如果说不关心国际问题，又有什么样的损失呢？很好，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说明你刚才我讲霍去病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认真听讲。从嬴政时候这样的青年人，到这个汉武帝这时候的青年人，到毛泽东时候这样的青年人，都是胸怀世界的，放眼历史的。能说他的就业，能说嬴政的职业不好吗？能说汉武帝的职业不好吗？能说毛主席的职业不好吗？所以你关心世界，只会让你更加伟大，让你的职业更加受人尊敬。而且你不仅可以在当时受人尊敬，你在历史上还可能受人尊敬。所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回去我建议你再看2遍，谢谢。好的，谢谢。戴老师你好，你好，我想请问您一直强调军人要有血性，但是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幸福和平年代的00后，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十分的安逸，过得都是无忧无虑的。所以我想请问您，对于像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来说，也需要这种血性吗？当然了，军人是来自老百姓的呀。如果你们都没有血性，军人的血性从哪儿来呢？霍去病、卫青他们原来也是老百姓啊，穿上军装就是军人啊。所以在捍卫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这样一个大事业当中，没有军人和老百姓之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中国青年，所以一定都要有血性。好的。
您好，戴老师。你好，您曾经说，作为一名军人，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我们都知道，就现在的军事科技水平，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人说，中美军事实力水平要相差50年。那如果真有战争发生，我们能赢吗？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用历史事实回答你。那么抗美援朝发生的时候，我们比美国落后了多少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是他们失败了。当年日本也是这样，日本也比我们先进了很多年，他们也失败了。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就武器装备水平而言，今天是我们与美国最小的时期。我们从来不是靠武器打赢的。我今天讲了一下午就是这个问题，精神、信仰。那么今天我还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以我一个当了将近40年的老兵，他所拥有的基本知识告诉你，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在军事上和我们较量。抗美援朝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的装备那么落后，轻步兵，我们70天的时间打过汉城。当年的南朝鲜军队，今天我们叫韩国了，简直不能见中国军队的面。只要是双方军队一接触，中国军队的小号一吹，第一个跑掉的一定是韩国军队。韩国军队一跑，美国军队就完；他一跑，我们的军队就擦过去了。每次都是这样。戴老师您好，就是 5G 这个话题现在很火，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话题。那么网上有的人说，5G 它是中国科技上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那么您是研究战略的，你怎么看 5G 带来的变革？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中国应该怎样抓住这次机会？然后我们年轻人应该做些什么？你这个问题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时代命题，就是说在思考这个科技与国运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5G， 我是这样看的，本身我们不要高估它，但也不要低估它。我们仅仅靠一个5G， 不可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但是5G， 我们在5G 方面的领先，的确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了科技强大的希望。原因在于，今天这个科技主导权还是西方在主导，但是我们在赶上。对华为它成功的意义在这里，它激励了我们全党全国和我们各行各业的人。既然5G 我们可以超越美国，可以超越世界，为什么其他领域不行呢？高铁也可以超越，它可以超越，航空也可以超越，航天也可以超越。只有我们所有的行业起来都超越，那才是我们真正国家强大的那一天的到来。谢谢。老师您好，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狼图腾》，看完之后深有感触。您之前也针对狼图腾这一话题发表过评论，说中国人的图腾是绝不能做披着狼皮的羊。那么请问您对这一句话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这个解释呢，是我从动物世界里边得到的一个伟大的启示。那么我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呢，发现了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强者和弱者的根本区别不在它外在的形态和力量。比如说，草原上牛羊都比狼的体积大，牛的体力肯定比狼要大，体型比它也大。关键在于牛还有重武器，2个大牛角，它的这个种群数量还大，自己又有力量，又有重武器，数量又多，你怎么不赢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牛吃狼的故事，我一次都没看到过。那原因何在？内心太弱小。所以我们指的强，首先指的内心要强大。我们青年的心理要和我们国家实力的成长相同步，不要逆行。国家越来越强大，你内心越来越弱小，你的弱小会导致国家的强大是一种假象。如果你是一头牛，你不要说你自己长着牛角，我今天就是给你挎上冲锋枪，戴上钢盔，挂上手榴弹，你见了狼照样哆嗦，因为你内心弱小。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要强大，除了我们外在强大以外，内心一定要强大。为什么我们去讲
教育愈就要这种精神，愈强大的精神，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我们只要内心强大，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敌人，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敌人，今天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谢谢，谢谢老师。学口才到新里程。本节目由新里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看对白，喝名人。本节目由名人苏打水行业赞助播出。生活有什么好分享的？来躺平，你就知道了。所有的人在这种疫情当中最容易产生恐慌的原因是来自于无知。你会惊出一身冷汗，你发现你之前是在裸奔，你被你周围的那些人困住了。不要太相信人生叫职业生涯规划。对于随时可能到临的灾难而言，我们读书对他有什么帮助？没有痛苦，人们就不会去思考。年轻人请远离樊登读书。您对这样的声音有什么看法呢？一个无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无知。为什么西方媒体就这么喜欢去质疑我们国家呢？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种文化冲突由来已久，不断的责怪别人，找一个背锅侠，找一个能够承担这一切的人。不要走开，还有彩蛋。全民手写对白金句，一起争做文化人。更多精彩集锦，关注抖音优酷文化大咖说。这世界很酷。可能呢，有些人会认为我的这个说法是夸张，但是英正同学证明了我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它体现出的中国青年的品质是胸有大志，心有大志，智慧的智，身有大勇，敢做大事，敢成大业，就一个大字。今天咱们在座的都是大学生，你在大学里边也有一个大字。我们怎么把我们今天这个大和历史上嬴政身上这个大进行一下对比和叠加？这个方面要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有一些大胆的想法。所以我们青年人要学习前辈的经验，更要敢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事业。大自然赋予你们旺盛的精力、强壮的体力，就是让你们创造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的给了你们一种特别的滋养，精神滋养。所以今天的中国青年不仅要敢于创造，而且还要应该有更好的创造。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感谢新里程独家冠名本次公益活动，学口才到新里程。很多人喜欢乔布斯，大家为什么喜欢乔布斯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科技创新中深藏着人文精神。我们刚才讲的嬴政身上就是这样一种人文精神。所以不管我们大家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学习什么样的知识，都不能忘了这样一种人文精神。乔布斯在他这个葬礼上
美国人放了一段他的语音，他给苹果做的一个广告，原话是这样的：至疯狂的人，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认同他们，反对他们，颂扬或者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他们推动了人类向前迈进。或许他们是别人眼中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自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最后才真的改变了世界。今天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有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叫任正非。我是春节前刚去他们企业给他们做过讲座，那是一个完全由青年人组成的一个大团队，朝气蓬勃，斗志昂扬。那么在华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那个开创了中国历史的那个中国青年的影子。因此，他们能，你们也能。第二个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3个中国青年开篇的。我们为什么叫汉族啊？来自于汉朝。咱们徐州这个地方就有汉文化呀。那么这3个人，居然让我们这个民族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因为在秦国之前呢，咱们也没有统一的国家，所以呢也没有统一的称谓。那时候怎么称呢？赵国叫赵人，秦国叫秦人，齐国叫齐人，得按照各自列国和他们这个部落。那么秦国统一中国以后，本来都应该叫秦人，但是这个王朝特别短。秦始皇打下以后呢，当了12年的始皇帝，到他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3年给他弄光了。弄完以后，取代他的就是汉朝。汉朝以后出了3个伟大的人物，第一个就叫刘彻，是汉武帝。这又是一个好样的中国青年。他们这个汉朝呢，由于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400年的历史，所以呢，这个时候汉朝的人称自己称之为汉人。汉人就是这么来的，以后成了汉族人。又由于我们这个国土特别的大，人口特别多，所以汉族以后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那么因此，这3个汉族青年也和其他的少数民族青年所创立的辉煌一样，被记入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所以我现在在讲的这3个人，我们不能仅仅从汉族这个狭义的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我们民族光荣历史的开篇。那么这个汉武帝呢，他这个登基的时候比嬴政还早，16岁当皇帝。他当皇帝以后，他的王朝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北方的匈奴对他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此，他进行了10几年的准备，包括派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包括这个把经济力量向国防力量、向这个军事力量方向转变等等，进行了10几年。在29岁这一年，也就是嬴政开始统一中国的那一年，汉武帝开始了他的对匈奴的反击。这个年轻的皇帝选了2个将帅，一个是21岁的卫青，还有一个18岁的霍去病。3个人加起来70来岁，就是这么3个人，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写到了那么遥远的地方。有多远呢？达到了埃及，达到了今天的中亚。这里边我要特别讲讲这里边这个最年轻的这个新兵霍去病。那么霍去病在《史记》当中呢，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说话很少。不泄就是不泄露，话特别少。有气敢韧，这个有气敢韧啊，
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有气不是有脾气，敢韧不是敢韧性，这个气是豪气、血性的意思。敢韧是敢担当，用我们今天的话翻译就是有血性、敢担当。这么一个人，这18岁那一年呢，就跟他的舅舅卫青上战场。这时候卫青呢，由于比较成熟，虽然21岁，但是被任命为大将军。那么霍去病呢，刚参军，很年轻，没有经验，所以卫青呢就给了他800人，在我们今天这个编制相当于一个营长。卫青呢领了1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军长，上战场。那上战场以后，霍去病就创造了一个奇迹，他领着800人离开大队自己走了。卫青呢还继续领着他的大军跟匈奴交战，结果等了几天以后，霍去病回来了，800人还是800人，一个不少，杀了匈奴2000多人，俘虏了匈奴的好几个国王，好几个亲王，还有他好几个这种什么叫相国，就类似于我们那种宰相类的，包括他们的家属等等一大群。他带了800人打人家的老营去了，开创了骑兵时代远程奔袭特种作战斩首行动。但是我们霍去病这个青年第一次入伍，领着骑兵就开创了斩首行动，这样一个在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战例。这一仗打完以后呢，汉武帝很高兴，年轻人欣赏年轻人啊，马上给他封了个冠军侯，从新兵一下子提拔为省军级干部。这个记录到现在还没有破过。我看了我们全部的中国军事史，还没有哪一个人说18岁参军当年就封侯，没有一个也没有。很多军人干一辈子都不一定封侯。你像三国里边那个大将赵云，这么厉害，打了一辈子也没有封侯，但是霍去病当年就封侯。18岁啊，到20岁这一年，过了2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非常信任霍去病，而且呢，在跟匈奴作战当中，他也增加了自信。我们一个新兵领了800人，居然敢打他的老营，他自信一下来了。来了以后呢，就准备派出主力，一下子把匈奴大军给他干掉。派了4路大军，主力部队霍去病、公孙敖2个人，这俩人都比较勇猛。派了2个副将李广、根本就没有找到霍去病。李广也迷路了，李广跟匈奴打了一辈子，也迷路了。最不该迷路的是张骞，出使西域，他地形最熟悉，也迷路了。4路大军3路迷路。那么由于张骞跟李广迷路呢，导致李广的部队被匈奴军队包围，汉军差
天之内横扫1000多里，斩杀匈奴8000多人，关键没有停，接着继续追击，一口气又杀了匈奴32000多人。俘虏的这些什么王公将相，这些什么这个男女老少，别提有多少了，好几千人。这本来4路大军想要把匈奴老营击溃的，就霍去病一支小小的孤军完成了。这汉武帝高兴的简直是难以言表，居然有这样一个神兵天将，特别高兴。所以回来以后呢，就给他盖了一座大房子，大将军府。加官进爵那不用说了，那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尽人皆知的一个故事，他不去看。汉武帝本来说这个年轻人嘛，对不对？一天到晚在外边打仗，给你盖个大房子，下一步要娶媳妇干什么呢？不也挺方便的吗？霍去病不看，说了一句话，叫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超超，人家霍去病18岁就开了挂，屡立奇功了。而面对汉武帝送给他大别墅，21岁的他就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正在看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20出头的时候都在干啥呢？说过啥豪言壮语没有？欢迎弹幕讨论哦。可是话又说回来，打仗前无敌就是优秀青年吗？戴旭老师为什么这么敬佩这3位汉朝青年呢？剪除了国家的隐患，完成了军人的使命。那前面说的那些话，他做的那些事情，一切都在演绎着一个中国青年、中国军人他的本意。戴老师心中的军神又是谁呢？咱们接着往下听吧。接着下来，霍去病又打了最后一仗，24岁这一年。这一仗叫封狼居胥，登临瀚海。瀚海在哪儿啊？贝加尔湖。这一仗，霍去病歼灭匈奴。他的隐患，完成了军人的使命，走了，来不及犯错误，非常完美的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这就是中国军人。军人的青春是为国家绽放的。这从他前面说的那些话，他做的那些事情，一切都在演绎着一个中国青年、中国军人他的本意。由于汉朝军队的这种勇猛、这种英武，给我们今天的中国男人还赢得了一个光荣称号——好汉、男子汉，都是匈奴人
送给汉人的。这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我们今天的中国男孩、中国青年，你什么时候也让世界称呼你男子汉？所以我为什么说中华民族的光荣，这3个人写成的。那么从这3个优秀的中华民族的这个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首先是看到了刘彻的这样一个连通世界的大格局。刘彻在他这个皇帝任上，开通了西域，打开了丝绸之路。今天我们还“一带一路”，不还是沿着这个路线走的吗？大汉的国为所治，曾经给波斯提供过安全保护，就是今天的伊朗。大汉的使节到达过印度，这是国威啊！这几个人开创的，连通世界的大格局。汉武帝呢，对内是知人善任，这样一种大胸怀，连通世界的大格局，知人善任的大胸怀。所以当时的这个一个叫班固的人，这个赞叹他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敢用人才。那么汉朝，他留下的这一代雄风，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不仅当时的武将一个一个是雄视天下，当时的文人啊，受这种雄风的这个鼓荡，一个一个也是豪气冲天。当时有个外交官叫陈汤，说了一句话，今天我们很多的青年还经常拿过来这个背诵，叫“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朝是中华民族的青春期，是中国的尚武时代，也是中国青年的伟大史诗，所以它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也值得我们后代的中国青年去续写。那么第3个故事，我就要讲的是真有这么一中国青年，真的就续写了他们那个时期的光荣。我刚才说这本书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梁启则写了一个《少年中国说》，写了一个《中国之武士道》。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人认为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不武的国家，中国这个民族是一个不武的民族，他很生气，所以一口气把春秋战国时候的凡是这种敢于这包括刺客啦，包括这些义士啦，什么各种各样的人，一口气写了几百个，连孔子都写进去了。你想想，内心很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他们并没有改变历史，是另外一批人。那么这一群青年呢，就是毛泽东与共产党。那么毛泽东开启他的革命进程的时候是28岁，前面2个是29岁，这一个28岁。历史就这么巧合，跟在毛泽东身后的这个军长以上的，包括军团长，军团长比军长还高，都是20几岁。就是这么一批20几岁的青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长征的壮举。可是更加让世界感到惊奇的是，从这一批人开始长征，到他们最后列队走过北京的天安门，就用了13年。中间打败了日本，打败了蒋介石，打败了无数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了如今繁荣的新中国。就是这么一批20几岁的青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长征的壮举。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戴旭老师首次提到了一个发生在1081高地上的悲壮故事，听着无不动容。这一部历史和前边的威武雄壮都不一样，这是悲壮无声的历史。跟着戴老师的讲述，回到新中国由弱向强的历程中，今天我们感受中国青年的奋进有为。不要忘了，有几十万的中国青年倒在了我们的前头。28岁的毛泽东，他开启革命征程的时候，他跟前面2个29岁的中国青年都不一样，因为这2个都是皇帝，
他有国家力量，毛泽东没有啊。毛泽东那个时候是一介书生，他必须要创立一个国家，才能开启最后的辉煌。所以因此，这一部历史和前边的威武雄壮都不一样，这是悲壮无声的历史。